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檀健次赋予香柳的清冷，这才是冰块脸该有的顶级状态。看《长相思》原著，会因为香柳的隐忍、克制感动，会钦佩香柳的大爱。看完《长相思》这部剧，深陷在檀健次饰演的香柳的世界里。原著粉最怕的就是改编后悔角色，这一次檀健次没有让任何人失望，甚至超过更多的期待。他让香柳具象化地走进了观众的眼中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香柳。檀健次做到了。香柳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给人的感觉，他绝对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冰块。接到香柳这个角色，檀健次一直在揣摩香柳，去理解、感受真实的香柳应该是怎样的。他的答案是，香柳是一个清冷的人。清冷不是冷酷，如果整天都板着脸像木头一样，演绎出一般霸总的生人勿近状，那这个香柳的演绎绝对是失败的。于是，在檀健次的揣摩下，经过和导演、编剧的多次讨论，他演出了香柳的灵魂。香柳是九头妖，无父无母，他的世界里只有杀与被杀，只有残酷冷漠。作为一个妖，他没有尝过爱与被爱的滋味，不会爱，也不知道爱是怎样的。但作为一个妖，他心性单纯，在血腥杀戮的世界，没让自己变质，而是学着成为一个人。成为防风被照顾母亲10几年如一日，他从未敷衍，他在感受亲情，理解这种感情的存在。红姜救了他，被虐待的他很害怕，反咬了红姜。等再次遇到之后，他会选择用自己的一生去报恩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成了香柳做事的准则。只是在一切柔软的感情面前，他用最坚硬的外壳当做自己的盔甲，所以别人看到的只有他的冷酷和他一切等价的交易。小妖改变了他，和小妖的相识相知，让香柳这个妖有了更多的人情味。他开始学着去爱，学着感受爱。小妖给他脸上画画，他会做出没脾气的生气状，明明是厌恶，却能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开心。小妖难过的时候，香柳会忍不住抚摸小妖的脑袋，做安慰状。那种笨拙又勇敢伸出的手，让人很清晰地感受到了香柳内心的触动。这可能是他作为妖第一次想要安慰一个人吧。小妖每次痛苦的时候，他担心又不敢乱动的小心翼翼，像极了第一次恋爱的人，焦急万分却不知该做什么，属实被触动了。作为防风被，和小妖相伴的那些日子，一起玩耍的开心，露出的笑容很治愈。小妖突然的拥抱，他的不可思议和心动是那么清晰。每次和小妖分别后，那种伤感的情绪油然而生，孤独感在他的身上那么真实。他的每一个背影都在诉说着一个悲伤的故事。这大概就是表演的魅力吧，哪怕只是一个背影，都可以让人体会到角色的情绪。后来每次和小妖的冷言相对，再到每次小妖看不到的地方真情流露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喝一口酒，叹一口气，哪怕一句话都不说，也依然可以和香柳感同身受，和香柳共情。为了大荒的安定，天下的太平，香柳下了一盘很大的棋，运筹帷幄，暗中支持着各种推动统一、推动故事完美结局的事情。为了护小妖一世安乐无忧，在小妖还在清水镇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做了一个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的长远的计划。作为檀健次，为了诠释香柳最极致的灵魂，他也下了很大的一盘棋。前期的香柳，没有谁能伤得了他，他的一招一式优雅、轻盈，像曼妙的舞蹈，在洁白无瑕的雪中翩翩起舞。随着香柳一步一步走入自己给自己设计的死局，他的招是从不卑不亢的优雅到坚定，再到最后的以死相拼。又可以深切地感受香柳经历的变化和内心的发展。
原著作者桐华创造了一个让人忘不掉的角色，谭健次则让这个角色活灵活现地从书中走了出来。香柳成就了谭健次，谭健次成就了香柳。只有谭健次是最好的香柳，一个有血有肉的香柳，一个最深情的香柳，一个大爱的香柳。谭健次了不起。